安乐姐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是太子殿下让你来问小姐的近况。现在无人敢在殿下面前提起安乐姐，是我自己想知道。毕竟姐她对我那么好，如今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一切都天翻地覆，我很担心她。她很好，也很惦记你。那就好。只不过，现在看着他们陌生疏离的样子，我很难过。发生这么多事，他们也再回不到从前了。天气寒凉，还望太子殿下可以保重身体。有劳狄大人关心。狄大人如今还能对我这般客气，我很宽慰。从靖难出狱到京城重逢，你靠近我的每一步都处心积虑。我虽知晓你别有用心，却因为相信你，所以从不深究。太子殿下对紫渊的认可还有照拂，紫渊很感激。走到今日，你若是觉得我这颗棋子用的还算趁手的话，不妨对我坦诚一次。你如今还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？我在等一个人道歉。若他不肯放弃自己95至尊的骄傲，那么帝家满门被冤杀的真相就无法昭告于天下，8万将士仍不瞑目，永无安息。紫渊，对不起，这句道歉，我也欠了你10年。太子殿下，我想要的道歉，我自会向陛下去取。当年皇祖母的所作所为，陛下并不知情。这若非是陛下的心意，为何帝家连为自己辩白的机会都没有？就连我的父亲堂堂靖安侯，纵是自尽都无法保全帝家满门。满朝文武10年之间，无一人为他辩解。当年太子殿下保全紫渊，紫渊很感激。只是太子殿下却因此而触犯陛下的逆鳞，想必其中的缘由，太子殿下心里应该也很清楚。当年帝家满门，只剩下紫渊一人，想必我的痛楚，如今太子殿下心里应该很明了。紫渊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不是一直都与温硕投缘吗？他也很喜欢你，你大可把他当做你的亲弟弟，有他陪着你，你兴许会开心许多。以后我可能也不能常来仁府了。殿下心情不好，我得多陪陪他。而且，他当年对我有恩，我不忍心见他难过。坊间传闻，当年不是你救的太子殿下吗？小姐，其实，小姐，
小姐怎么这副神情啊？是不是太子殿下欺负你了？既然该说的咱们都说了，以后不见他便是。10年仇怨，只是寥寥数语便能讲清的。但殿下一向明白事理，小姐，等他静下心来，会慢慢理解你的无奈。我最难过的是，我们只能站在彼此的对立面，以后再也无法一起并肩前行了。安乐姐，安乐姐，好久不见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怎么连你这个傻小子都变得扭扭捏捏了？姐，你来都来了，怎么不在咱府上多坐一会儿？我最近学了做菜，可以给你露两手。那你就正好可以去我们人府当厨子了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带上殿下一起吗？你现在虽然是弟子园，和殿下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，但你永远都是我的安乐姐，这一点不会变的。如果金妍还活着的话，应该也跟你一般大了。你也是我的亲弟弟，以后没事就来人府玩。如果你喜欢哪个姑娘，记得告诉我，姐姐帮你。好。你们府上太冷了，多烧些炭火。太子殿下现在身体怕寒。明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街口铺子的折云膏，属下一直守在那儿，刚出楼就给您买来了。我这府邸明明清闲雅静，你偏偏想着法子出门闲逛。属下笨拙，除了送吃食，还想不到别的方法可以讨将军开心。折云膏果然名不虚传。也是时候打起精神了。将军，西北边境可是传来了什么新的消息？也没什么大事情。只是北秦人劫掠居民的案件在边境城池频发。确实是啊，今年的冬季格外寒冷，北秦雪灾严重，土地寸草不生，连牛和羊都饿死了。北秦人为了维系生存，只好南下掠夺了。最近发生的案件，也让大晋人心惶惶，对西北的边防松懈了许多。我怕北秦人会趁机起兵作乱。将军，这是要加固城防？不错。边陲之术，用宝封疆。目前的西北边防仍有很多缺口，难以保障青南和均县这2个军事重镇的安全。我要进屋写文书，立即发往西北。是。笼络西北帝家旧部的事，你可有何对策？弟子园从逆来顺受的帝承恩，变成了桀骜不驯的任安乐，事情比以前棘手得多呀。如今太后薨逝，大晋朝堂动荡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
西北的城防一旦得到加固，我们之前的谋划都将付之东流。你若是敢耽误了我的计划，可是万死难辞其咎。殿下，我跟你说过，做事莫急，眼下时机未到。韩仲远，他这个皇位稳坐了10年了，不是一桩帝家旧案就能动摇得了的。我们要让这把火烧得更大。你的首要任务是助我控兵西北，不是扰乱朝堂。那既然如此，殿下为何不直接起兵，携安宁以号令军队，再一把将他杀掉？届时西北群龙无首，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他若不屈，此举冒险。安宁不能杀，帝家的旧部又一时无法笼络，大乱大境的朝局，是你我的当务之急呀。安宁可以不杀，但有一个人非死不可。你要杀任安乐？他可是帝家唯一的后人，为人诡计多端，若不能为我们所用，必须及时除掉，借韩仲远之手把他杀了，既能掀起民愤，又能永绝后患。他先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打了韩仲远一个响亮的耳光，如今又逼死了太后。10年前的旧案，即便是翻了过来，那也改变不了岱山上的人不是任安乐的事实，这就犯了欺君大罪。帝小姐虽生于山寨之间，但是刚正不阿，正骨犹存。至于韩家嘛，虽有太子殿下贤明在外，但是架不住皇室一团污糟啊。这位帝小姐年纪轻轻，盛名以天下皆知。要我看，她比那传闻中的帝胜天不遑多让吧。看来大晋将有第2个帝胜天，第2个传奇了。陛下向来孝顺太后，若不是太后自裁，此事还不知要如何处置。唉，这等丧尽天良的丑事，若给不出满意的答复，如今如大人所愿，信誉不保。帝小姐尽收民心，您还有何忧心呢？这些言辞激愤的书生，是何时开始在这聚集的？这些人都是生面孔，在此出现，正是太后薨逝第2日。好一个帝子元，好一个第2个传奇！陛下息怒，都是一些无知百姓的胡言乱语，您千万不可当真呐！陛下，您大可放心，如今太子暂代早朝，诸事处置稳妥。稳妥？是朕失算了，是朕这10年来自以为将这皇位坐稳了。陛下，这10年来，大晋在您的治理下盛世太平，只不过是一时的风言风语，天下哪有什么能撼动您的天子之位啊？有，偏偏还真的有这么个人。这10多年来，朕处处被他裹挟着，让朕处处被动。陛下说的是他，可就算在帝家覆灭之时，他也不曾来过京城啊。或许他已经死了。他才不会这么容易死！他不现身，却让他的侄孙女天天在朕的面前兴风作浪，如此飞扬跋扈。如此下去，难免他不会一语成谶。
成为第2个地圣天。这天下不该有任何人再将手伸向朕的皇位了。大人，陛下召您前去，难道是为了帝小姐之事？可是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？帝家可以翻案，也可以洗脱冤屈，但当众将此事揭出来，让韩仲远难堪，这是他不能容忍的。太后寿宴上，天子之怒尚可隐忍，可太后一去，就必须得有人承受着雷霆震怒。那您这一去，哪还有活路？紫渊不能有事。如今只有我能替他扛下这一切。大人，琳琅，你不必劝我，我心意已决。我一直觉得你比所有人都了解我。琳琅明白了。那，如若我此去不回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大人走后，琳琅会让凌香楼暂时闭门谢业。若大人一去不还，琳琅会将千月阁所有的势力一并交予帝小姐。很好。大人，小姐，你满盘落子，杀伐毕露。我年岁又不大，总不能像寺庙里的老住持一样无欲无求吧？凡人总是难逃贪嗔痴念，不过小姐若是对殿下还有情意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我跟他之间，只要他一日是大晋的储君，那他脚下便会踩着帝家军8万人的尸骨。我不再是由太祖赐婚的太子妃，而是将他祖母逼上绝路的仇人。我于他而言，恨比爱更深。小姐，你于复仇中10年禁饮，现下打算如何收心啊？还不至于要到收心的地步。去凌香楼找骆明熙吧，是时候安排下一步棋了。好。哎，这凌香楼怎么大白天的闭门谢客呀？是啊，哎，昨儿个我还打听了今天的曲目呢。哎，你们听，是不是有乐声？骆明熙，当年你归顺是假，为的就是方便行事，助他在今日翻案，是不是？当年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是如何将帝子元和帝承恩调包的？回禀陛下，帝家与骆家相交甚好，臣自幼与帝子元一同长大，德兴安侯吩咐要照顾好他，所以当年事发之时，臣才私自做出了调包的决定，为的是保全帝家最后一丝血脉。你对帝家还真是赤胆忠心，不过当年你只有10几岁大，说吧，还有何人是你的同谋？并无同谋。哎，快点，这曲子是……哎，这怎么好像是《清吹令》啊？这是琳琅姑娘当年名震京城的曲目啊。这曲《清吹令》我昔日也曾听过，却不像今日这般凄楚悱恻，甚至还有一丝诀别之意。没错，太好听了。骆明熙出事了。骆明熙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臣并无隐瞒。
臣愿领死罪。陛下，当年之事确是我一人所为，请陛下降罪。好，来人，将骆明熙押至刑部大牢，革其刑部尚书之职，彻查其当年同党。是。咱们这骆大人看起来冷酷无情，可是他这心里却惦记着咱们的小琳琅。以后没有我的同意，断不可擅自行动。帝圣人死便死了，他的命值得用你的命来换吗？琳琅，你要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。如今只有我能替他扛下这一切。琳琅，你不必劝我，我心意已决。这长丝花生于境南，生性畏寒。我多次栽种，都未能让它发芽。大人，长丝花发芽了。琳琅，还是你心灵手巧。殿下，你快别一个人下棋了，快尝尝我刚做的梅花烙，新学的。你若是将研究这些的心思放在研究书本上，殿下，陛下下旨将骆大人关进刑部大牢。怎么会？骆明熙当年用一个弃儿换下紫渊，无论做得如何小心谨慎，只要帝家翻案，紫渊当众自证身份，这件事情就再也无法隐藏。这是确确实实的欺君之罪啊！他为了保下紫渊，竟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回禀殿下，民间对此事不会有异议。这应该是有人想趁机兴风作浪，搅乱朝局。不对啊，殿下，既然帝家冤案已然昭雪，那也证明了当年叛国之事是被他人陷害。那安乐姐就不是罪臣孤女，那岱山囚禁一事，也更算不得是欺君吧？殿下，
我是又说错什么了吗？你说的对，想要救下骆明熙，就一定要在此事上做文章。既然帝家已经洗清冤屈，那他当年及现在所做之事，就只是在守护忠良。殿下，这里头有些脏，您可得注意脚下。你们竟然用苦刑！是，他毕竟是欺君之罪啊。下去。是。殿下身份尊贵，何必来这等阿萨地方？对不住。想我从小锦衣玉食，就算帝家出事之时，我也能明哲保身。谁能想到年纪轻轻，一把骨头就老了？忍着点儿。殿下何必多此一举，将太医院上好的伤药浪费在臣身上？空了。你总是比我更能护他周全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在众人面前公开他的真实身份，省去了不少麻烦。还好，你和陛下不一样，不像他一样背信弃义、出尔反尔。是我没能保护好紫渊。10年前是，10年后亦是。你现在可是一国的储君，哪能天天想着儿女情长的事儿？这若让陛下知道了，又该龙颜震怒了。骆明熙，我知道你主动入狱是为了保全紫渊，但此事已经不是帝家之事，而是晋国之事。刑部尚书因欺君之罪入狱，这里面非同小可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如果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紫渊，更是为了稳定时局。我欺君之罪已然坐实，纵然你是太子，又能如何？帝家已经不是叛国乱臣，紫渊也已经不是罪臣孤女，何来岱山囚禁一说？太子果然是太子。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，先走一步。我会想办法送些更好的药进来，您务必保重。
我已和里面的衙役打好招呼，你进去探视，他们不会阻拦。多谢。他在里面的境遇不是很好，若是见到你，应该会比见到我要欢喜一些。不管是谁被关在牢狱之中，应该都不会欢喜吧？陛下此举确实不妥，我会想办法尽力周全。但此事并非表面这般简单。还不够简单清楚吗？陛下要的不过就是秋后算账罢了。你不用急着替他道歉，我们二人要的从来都不是你的道歉。子渊，你虽怨我，却始终相信我，难道不是吗？是。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将那把折扇交付于你。那你就再信我一次，我一定会把骆明熙救出来，也会还你们应有的公道。好。子渊，你送给我那把折扇上的诗，不提末尾之词，只提开篇情意，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？真相还未昭告于天下，你我之间就不必谈情义了吧？你这什么眼神啊？我没事儿。这哪就没事儿？我真没事儿。不过倒是你，本事倒不小。我这刑部大牢，你随随便便就进来了。我本事不行，你身子骨更是不怎么样。这刑部大牢是什么样的地方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啊？进这里不管是谁，都得脱层皮才能出去。你这细皮嫩肉的，没折腾几下，半条命就没了。你当初还不如让我…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目前这形势还未稳定，你不能轻举妄动。而且像你现在这样没头没脑的闯进来，一旦被人抓住，我来看你，怎么就叫没头没脑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来看我，我很开心。看你这样子，不知道开心什么。我这生来就是帝家的人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我做什么都无怨无悔，不用太在意我。你看这刑部，大部分刑具都是我设计的，我自然知道怎么少吃点苦。你不要不信，你看，我来之前还带了上好的上药。明熙哥哥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
如今朝野上下所有人都盯着韩仲远，他现在也想除掉你身边所有的人。此时我站出来，他自然不会放过我。你不必在意我，你自己站稳脚跟才最重要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打算一直在这儿了？你要死在这儿啊？你疯了是不是？不要意气用事。这10年来，你我之间一直彼此照应，其他事情对我来说不重要，但我不能放弃你。话说陛下得知10年前乃是骆明熙偷天换日，保下弟子园，当朝震怒，喝令将他扒下官服，送入死牢。可这么一来，却是令得恶徒窃喜，贪官庆幸。况且诸位，我有疑问：若无骆明熙一举，又何来任安乐为帝家8万冤魂翻案呢？骆明熙守护忠良，究竟何罪之有？我大靖如今立志清明，乃是不讳之朝，又岂能坐视此等不公之事再度发生？陛下想必只是一时气糊涂了。对，陛下既然能擒忠义侯，翻帝家案，也必会倾听我们民间的声音。小姐，在想什么呢？来吃点橙子吧。重阳门前的人还没散吗？是，百姓们怒不能平。纵然太后已逝，嘉昌帝却从未下过圣旨问罪，还关押了骆大人，如此不明不白的，算是怎么回事？大家都在替您叫冤呢。重阳门外跪着的士子越来越多，百姓们情绪高涨，这样下去恐会出乱子。我已经嘱托黄埔带人多加看顾，他仗义而有度，应该不会出什么特别大的乱子。当今圣上再不表态，可真的要众叛亲离了。他当了10几年的皇帝，哪有这么容易动摇？不行，我不能再等。今日之内，帝家之事必须得有个了解。给陛下请安。你一心向着帝家，早忘了自己姓什么，还惦记着朕安还是不安吗？臣从未忘记，自己是大清太子。起来吧。修身做人，大治天下，帝皇之信不可失。臣身为大靖储君，唯有直言正论，但不孝之罪，还请陛下责罚。你是为了那骆明熙向朕求情吧？是。骆明熙被关在牢中，身受重刑，命悬一线。依臣之见，是时候放了。朕不放又如何？陛下将他押在牢中，至今并未处死，便是有意要放。况且，陛下心中自然明了，骆明熙当年所做之事，如今看来并非欺君，而是在守护忠良。他此番作为，更是替我们韩家保全了颜面，不至于太过愧对靖安侯。臣亦明白，陛下心中郁结难舒，才会迟迟不放人。所以，臣为君分忧，斗胆进言，请陛下放了骆明熙。你倒是会做人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要奏。讲吧。重阳门外，那些为帝家请命的士子，仍在跪着。他们还想闹到何时？
他们这些人听了些谣言，便觉得能臧否是非，在这里指点江山了。陛下息怒，臣恭贺陛下。朕的朝廷已经天翻地覆了，你居然还在这里恭贺朕？8万将士惨死，帝家满门忠良，沉冤10年，这些确实是因为韩家的一己私欲才酿成的悲剧。这些世子既然肯请命，那便是表明他们相信大晋，亦相信陛下会以身作表，还帝家一个清白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你呀，几时学会说这漂亮话了？臣只是实话实说，陛下英明，向来从简如流，一教会臣，民心如水。臣也像这些世子一样，相信陛下会平了悠悠众口，让九泉之下的冤魂得以安息。太子，你也觉得是朕错了？陛下，陛下，帝大人求见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讲。如今，太后、忠义侯君已死谢罪，帝家的案子也是该有个了结了。但是帝家儿郎8万阴魂，如今还在西北青南山下游荡，还望陛下可以亲自前往，将8万阴魂迎回京城，向天下证明。帝大人请陛下亲自前往西北边境，接忠魂回京，臣深觉不妥。天子乃万金之躯，切不可随意劳动。臣身为储君，愿替陛下前往西北边境。你要去西北？是。臣愿免官图险，接忠魂回京。太子，陛下。帝家证明，阴魂回京，当使天下观之，万民知晓。先起来吧。是。朕会放了骆明熹，也会准你去西北，但朕还是有句话想要问你。直到如今，你还想取弟子园吗？臣此生唯愿尽心辅佐陛下，以求大晋太平长盛。赵福，陛下，传朕的旨意。帝家之事，朕自觉见罪于黎民百姓。待帝家军阴魂回京之时，太子将免官图显，朕颁罪己诏，向天下人谢罪。谢陛下。安乐，我曾无数次设想，若你我还能回到从前，还能一起相谈甚欢，
其乐融融。殿下心里应该很清楚，当安乐成为弟子园之时，你我之间就回不到过去了。是，我很清楚。可我希望，即便你我之间再无情谊，也能少些仇怨。至少，我可以尽我所能，让上一代人结下的因果就此了结。你这身上本来就没有2两肉，这么一进去一出来都成纸片人了。我已经问过大夫，说这几日你要饮食清淡，万不可食用辣的，也不可以饮酒。恢复的时候伤口会有点痒，我已经吩咐6个丫鬟天天围着你转，要是伤口痒你要挠，就打你的手。说的我跟小孩子一样，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养伤的。此次出来多亏了你，子渊，你已经独当一面了。他也来了。你能出来，也是因为他就向韩中远求了情。但是你也不用感激他们，毕竟你如今这副模样，也是拜他们一家人所赐。太子殿下，出来了便好。外面风大，别着凉了，还是上去吧。臣有伤在身，就不便行君臣之礼了。不必多礼。承蒙陛下的厚爱，我还以为我熬不过这流水的刑具，还是要多谢你送来上好的药，我才能活着出来。我只是举手之劳。走吧。骆明熙已被安全释放，韩仲远也决定下罪己诏。你家主人这步棋，可还有后招？我们相爷说了，弟子园煽动世子，齐聚重阳门前为他鸣不平。这招虽然奏效，却也行得凶险，已将韩地相争彻底摆上了明面。这弟子园如今的御心之术，早已不逊色于帝王将相。民意汹涌至此，想必这韩仲远定会对他更加忌惮。不错，相爷的意思，韩仲远如今刚下了罪己诏，对弟子园还不敢有什么动作，但我们可以帮他出手。狄小姐，大人他不让我告诉您他的身体状况，但想必您也看得出来，他真的需要休息。现在只有您说话，他肯听了。放心吧，多谢狄小姐。知道你有七窍玲珑心，但这账本什么时候不能看呀？子远，你是有话要对我说吧？你是不是在算计什么？你是不是不甘心？我只是在担心，陛下不过刚返，我便被送入大牢，
如此看，韩家终会对你下手。我此前留恋过朝堂，但被你亲手拦住了。如今韩仲远对着万民亲下罪己诏，8万忠魂也很快会从青南山被接回来。我想你那时候说的没错，我不该在这里斗下去了。我那个时候对你说的话，是希望你不必为韩氏的朝堂负责。你注定是被韩氏忌惮的帝家血脉。你若不再向前一步，以图制衡韩氏一脉，帝家的悲剧，依我看，是绝对不会到此为止的。你在牢里伤得太重，这几天你就好好休养，等我从西北回京，再来看你。安宁，太子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你近日心里难受，所以特地带了你喜欢的折云膏过来。还是我哥懂我，对我的口味了如指掌。坐。眼看你近些日子他的心神奄奄，我就想着，我这个妹妹啊，又要像小时候一样，靠哥哥的点心解忧了。安宁，你生性倔强，我真的担心你在京城会受伤。但是眼下看到你并未沉溺于自怨自艾，我很开心。从小到大，就哥哥最关心我。这天底下哪有不操心自己妹妹的兄长啊？更何况，你我生在皇家，无可奈何之事更多，要面对的抉择也更多。我既身为你的兄长，你不想做的、不愿做的、承受不了之事，我都会替你去承担。只是以后，你心里面有任何事情，都不准再瞒着我。对我这么好，我都舍不得回西北了。无论你是想回西北，还是留在京城，以后你都可以自由自在。陛下若是再逼你选驸马，哥哥会帮你，帮你去选择你喜欢的事情。那哥哥喜欢的是何人呢？成了储君，何谈喜不喜欢？其实我看得出来，紫渊对你是有真心的。你为了弥补前人的错，你所做的一切努力，我们都看得到。紫渊也一定能看到的。安宁，我做的再多，也无法弥补8万冤魂的遗憾；做的再好，也不能成为和他血脉相连的亲人。我如今所做之事，无关他的身份，只是想尽我所能，让那些因此事而受到伤害的人，能安然度过余生。哥哥，你大概都不知道，提到紫渊的时候，你连笑都是苦的。我装匣里少了不少首饰，各位姐姐打扫时可有看到？
这位姐姐，你头上的这枚簪子，好像是我的。你说是你的便是你的，你当初还说自己是帝家后人，太祖钦定的太子妃呢。就是，你是太子妃吗？现在的太子妃是谁呀？是你吗？请姐姐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。这京城有什么属于你的呀？这院子是陛下恩赐给帝家小姐住的，你不过就是个路边的乞丐，连咱们这下人都不如呢。切，嚣张什么呀？你这个乞丐！打人了！你们打人了！没事吧，母亲？他们欺负我，还偷我东西。什么？你们两个罪人如此嚣张！我姐姐在太子府里服侍的，我要去告诉太子殿下。这是承恩小姐住的地方，岂有你们在此胡闹？承恩小姐此前在宫宴中护驾有功，这远水阁是太子殿下亲自送给承恩小姐一个人的。你们再放肆一下试试！走吧。殿下说了，前尘旧事，不该牵扯无辜之人。他希望你可以忘记过去，继续生活在京城里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。可帝家一案已然昭雪，帝小姐看来也已经放下。琳琅，那你的仇能放下吗？10年前，你的兄长和父亲死在了青南山下，你的母亲思念成疾也过世了。我知你那日弹的安魂曲，并非只弹给安宁，也是弹给那8万永远无法回到故土的孤魂。如果这8万人的冤屈仅靠皇帝的一纸诏书便可以偿还，那我们10年的心血岂非白费了？可大人10年来呕心沥血，如今所剩时间已然不多了。正是因为我时日不多，我才不想浪费。我要陪他走完这最后一场，让他看清自己，不留遗憾，直到大清疆土再也没有韩氏皇族，直到本该属于帝家的万里江山不再被韩中原掌控的那一日，才真正能告慰那8万葬身西北的冤魂和地下先祖。那时候，他弟子元才真正有颜面可以回到青南山下，去告慰那沉睡10年的白骨。琳琅，继续帮我施针。这些日子也多亏你帮我施针，才让我面色看起来与常日无异。辛苦你了。
臣已到。请太子殿下、帝大人启程，接8万帝家军英魂回京。臣领旨。殿下，车辇已准备好，请殿下和帝大人启程。晏殊，准备另外一辆马车，我这就过去。是。等等，帝大人如若不嫌弃，请上我的车辇，我另备马车，随后赶来。殿下，如此重大的场合，您作为一国储君者，无妨。岂有让太子殿下相让马车的道理？帝大人还是与我同坐一车吧。骆明熙与帝子元同车而行，途中多经野林，此时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相爷，请殿下助我们一臂之力。笼络帝家旧部的事，有什么眉目了吗？殿下放心，此事我们已经有了线索。你怎么就这样跑过来了？不是说要好好休息的吗？我身为帝家旧部，青南山下也都是我的长辈，我当然要送他们一程。可这长途跋涉，你身体受不了可怎么行？我没事儿，琳琅已经帮我调理了几日，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比出狱时好多了？我这出行还得靠你的七窍玲珑心，知道路途艰苦，还帮我准备了这么宽敞的马车。因为我知道你不想面对他。布置的这么舒适的马车，又是暖炉又是毛毯的，殿下，这不是为我准备的吧？你近日功课不错，以此犒劳。殿下与我都不喜饮酒，那这个又是为谁准备的呢？一会儿中途停车歇息时，你将这2壶酒都送到骆大人的车上。快变天了，他们应该会需要。殿下让我来，是为了能给安乐姐送东西啊。算了，骆大人心细如发，准备的也该比我周全。我不是恨他。我只是不想见他，但我相信，他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储君，会善待帝家的后人。善待？难道那些历经了丧夫丧子的妻子老母，仅得一道圣旨，几十贯银钱，这就叫善待？好像天色阴下来了，似乎要下雨了。子元。你是帝家后人，也就应该有当年帝家家主翻云覆雨的魄力。殿下可还记得，下江南的时候，安乐姐让我与你们同坐1年，其实她是为了让您能安心合眼，她心里是有您的。殿下和安乐姐携手破案，惩奸除恶，何其的默契啊！当殿下于万民的欢呼声中牵起安乐姐的手时，我又是何其的羡慕。
您二人出生入死，情深义重，和当年的太祖与帝家家主比起来，也毫不逊色的。殿下，您心里明明是记挂着安乐姐的，既然陛下的罪己诏也下了，也答应迎回帝家的将士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好如初呢？因为她从来都是帝子元，而不是任安乐。我宁愿她是靖南女水妃，宁愿她粗俗不堪，不通文墨。我宁愿我曾经放在心上、珍而重之的女子任安乐，便是她的全部人生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这世上若是没有帝子元便好了。但其实可笑的是，帝子元一直都在，而不存在的是我放在心底的任安乐。小姐，骆大人，马车陷入泥坑了，一时之间恐怕难以继续前行了。天降大雨，队伍暂且休整。太子殿下请帝小姐和骆大人下车避雨。找几个力气大的侍卫来推车吧，我就不下去了。小姐，道路泥泞，侍卫们还要更换车辇的雨具，咱们在车内多有不便。要不您还是下车避雨吧。我们下去吧。都淋湿了。郭大人，这春雨太凉，打在身上容易受风寒。你让帝大人稍微挪个位置吧。无妨，我看这雨也下不了多久。他既不愿过来，又何必强求呢？殿下，天气太凉，我给您拿些衣服来吧。又是何苦？这么大的雨，
让我想起我们在靖南的时候。是啊，小时候经常下雨，你就会带着我在雨里一起奔跑，弄得满身都是泥巴。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雨，才能浇灌出那么美的橙子花。等一切事成之后，我们回靖南吧，好吗？子远，你知道我每次在凌香楼听到外面的欢声笑语，我都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这京城可真好，文才汇聚，歌舞升平。可我们靖南的百姓何时见过这样的日子？阿燕，你知道青南山下埋的都是什么人吗？那些尸骨都是靖南百姓的丈夫、父亲、儿子、兄长。他们守卫了疆土，都是铁血铮铮的好儿郎。可他们流血牺牲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叛国辱国的罪名，还有天下人的唾弃。最后，连白骨都无葬身之地。我愿这8万帝家眷能因今日沉冤得雪，在九泉之下得到些许的安宁，也愿他们的亲人因此略感慰藉。这10年，每一年到了帝家军的忌日，整个靖南都是白帆碧天。每一年的年节之时，听不到任何的欢声笑语，因为他们妻离子散，血脉断尽。你身为大晋的太子，你能想象你的疆土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吗？雨下的这么大，太子殿下和帝大人去青南山的路，想必不会那么顺利。太子哥哥和紫元去接8万阴魂了，我虽不敢去见他们，但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将军，您戍守边疆多年，守住了他们曾拼死保卫的土地，这便是对所有阴魂最大的高慰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我要向陛下请旨，善待还活着的帝家旧部。帝家10年前元气大伤，残存的旧部恐怕很难再联系到了吧？帝家旧部大多散落在西北边境城池地区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探查，已有了他们大部分的消息。这封奏折递到御前，这封密信发往西北。是。殿下，方才你被冷雨淋着，喝口热茶，暖暖身子吧。殿下，10年的时间真的很长，或许他们都已经拥有了新的生活，或许骆明熙说的，他们都在努力的。只要这些人还活着，他们就无法安心。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在万里之遥的地方，只
是因为皇家的权欲和私心。殿下若是累了，就先睡会儿吧。睡醒了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到了。越是靠近青南山，我心里面就越清楚，纵使我穷尽一生，也无法站在他的身旁。我之前所有的努力、坚持、愧疚和弥补，甚至和他经历过的一切，在这8万条人命面前，都太轻、太可笑、太不值一提。来，你也淋透了，拿这个暖暖。其实方才那些话，你大可不必对他说。但有些话，哪怕晚了10年、20年，他都应该听到。你不只是说与他听，也是说与我听。你将你所有的不甘心都说了出来。除了要一个公道和清白之外，你还要他们归还韩家欠帝家的半壁江山。难道你就甘心吗？如果现在我们回到靖南，我们就算再等10年，10年之后，难道靖南的百姓就能过上安乐的日子吗？你姓帝，你应该是那一方水土的庇护者。可是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如果想要夺天下的话，必然除了战争之外，不会再有第二个办法。天下大乱，靖南亦会大乱，你让那些无辜的百姓如何苟活？你不甘心的时候，你可有想过那些无辜的普通人吗？可韩家只掌着江山10年，贪官污吏横行，百姓民不聊生。他韩家早就没有执掌江山的资格，韩仲远也不配做皇帝。人生来或许有家境之别，但我相信，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，一定能够改变当下的际遇。我即刻进宫，去向陛下禀明此事。哎，殿下，这个案子几层弯弯绕绕，说不定能扯出多少大官呢？百姓冤情面前，岂容我畏手畏脚？敲钟有何不可？这个案子要告就告到天上去。韩仲远不配，但是大晋的储君可以。他重百姓，讲情义，胸怀天下，心系苍生。我相信他定会再创一个清明盛世。请英灵排位。一敬。二敬。三敬。
请英魂。8万英灵在上，帝释子元，迎钟鼓回京。